们对酮体这个东西的认识。如果你去医院检查身体，很少医院验血验酮体的，大多数的医院验尿验酮体。他如果在你的尿液里面测出酮体来了，医生就会很紧张。不管你是不是糖尿病人，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只要验尿验出酮体来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不正常。我们实际上，你真的深入去学习酮体的科学的时候，你就会对酮体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跟医生的看法非常不一样。我不是鼓励你不要听医生的话，我鼓励你多学习，然后自己做个聪明的判断。那酮体是什么？我们身体燃烧脂肪了以后，我们的肝脏自己会分解这种物质出来，叫做酮体。酮体它本身是一种燃料，我们身体可以燃烧它的。我们身体其实很多细胞很喜欢燃烧酮体的。大家对酮体比较消极的认识是来自于一种病，叫做酮酸中毒。酮酸中毒是什么？酮体呢，它本身是酸性的。当你身体制造分解出酮体来的时候，它的量不是很多很多，不至于影响你血液的酸碱度。我们血液的酸碱度是被控制在非常非常严密狭小的范围，所以酮酸中毒指的是你血液里面酮体太多了，它就会影响你血液的酸碱度，你的血液对酸度就会提高了， pH 值就会下降了，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致命的。医学界对酮酸中毒这件事情的认知是在1型糖尿病的人身上发现的。因为1型糖尿病的人身体没有办法制造胰岛素，身体里面胰岛素的量非常少，而你的饮食又是严重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那么有可能你的身体的血酮就会去得比较高。我们身体压制酮体最厉害的东西就是胰岛素，哪怕你身体稍微有制造胰岛素的能力，你的酮体都不能够去到很高。所以测酮体测血酮的那个仪器当年就是为1型糖尿病的人发明的，因为他们需要监测，因为他身体不制造胰岛素，所以他这种风险比较高一般人来说，只要你的身体可以制造胰岛素，哪怕比较少都没问题，你身体的酮体都不至于上去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酮体压制胰岛素是很厉害的。所以酮酸中毒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在1型糖尿病的人身上需要关注。第二个呢，在比较严重的2型糖尿病。什么叫做比较严重的2型糖尿病呢？胰腺衰竭了，它自己不会制造胰岛素了，那这种情况下它酮酸中毒的可能性就高了，因为它没有胰岛素压制酮体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正常健康的人吃生酮饮食，只要你平常血糖各方面都很正常的人是不会有酮酸中毒的顾虑的。我们平时吃生酮饮食的时候，我们会测血酮，测血酮是比较准的，你看血酮的数字 0.5 1.0 2.0 3.0， 这都属于营养性生酮的范围。有一些人吃生酮饮食很容易他的血酮就去到了4点几5点几，这都不至于造成酮酸中毒。医生不会同意我的话但是你们大家拿去做参考真正血酮太高会有危险，大部分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血糖高，血酮同时也高，这样的情况要小心。那什么叫做高？如果你的血糖超过10，你的血酮超过5，这个叫同时高了，你要到医院去了。按照正常人来说，你血糖高的时候，你身体是要制造胰岛素来降血糖的。比方说你血糖在10的地方，有可能你身体已经很努力的在制造胰岛素了，把它压在10的地方了。这时候如果你看你的血酮很低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10是有很多胰岛素在，因为血酮低嘛。可是如果你血糖在10 11已经蛮高的了，血酮也升到很高了，因为胰岛素少嘛。所以如果你看到血糖也高，血酮也高，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警讯了。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人来吃生酮饮食的话，测血糖跟测血酮就变成一件有必要的事情了。你测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你安不安全了。一般正常健康的人来说不存在这个顾虑酮酸中毒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简单的，一针胰岛素打下去马上就缓解了。胰岛素就是降低血酮的。那你说酮酸中毒到什么程度有危险？你的血酮5没有危险的，血酮10还不至于有危险，可是血酮10你需要把它当成一个紧急事件来看待，赶快去，因为它还可以继续上升的。血酮升到15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会有危险了，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了。不管你是不是生酮饮食，即使你的食物里面一点碳水化合物都没有，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需要是刚性的。所以胰岛素的作用不光是处理碳水化合物，我们身体在多方面对胰岛素是有需求的。那如果说你的胰腺你自己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接近于0了，你就需要注射胰岛素了。有很多人把注射胰岛素当成一件很邪恶的事情来看待，说我就是不要，因为人家都说注射胰岛素越注射依赖越多，这个是不是事实看你的饮食决定的。如果你吃高糖饮食，你就会越需要越多
如果你吃生酮饮食的话，你对它的需求量就可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状态啊。所以如果你的胰腺已经衰竭了，你对胰岛素是有刚性需求的。所以结论是，如果你没有糖尿病，既不是1型也不是2型，你不需要担心酮酸中毒的问题。如果你是1型，你真正需要很小心很小心。如果你是严重的2型，你也需要很小心。最重要的指标是同时看血糖，同时看血酮，这2样东西同时都高的时候，你就需要特别注意了。